做了坏事被抓，那是天经地义。监狱的存在就是拿来关坏人的。但你是否想过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座监狱，而里面的囚犯正是我们所有人类。今天带大家一起开开脑洞，谈一谈本世纪最大的阴谋论之一——地球监狱说。这地球监狱说是由美国一位生态学家杰克提出来的。这老美正儿八经的科学不搞，阴谋论呢，反倒是弄一堆出来。监狱说的核心思想很简单：外星人呢是存在的，并且一直监控着地球，把地球当成一座监狱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说，监狱，那肯定是伙食又差，环境又不好。我们的地球哪里看都不像是监狱。但在杰克看来我们人类的身上足足有4个生态特征，让我们不能很好的适应地球环境。第一个就是腰疼。想必各位低头族们都有体会，每天996加班到凌晨，难免会腰酸背痛。就算你中了500万，每天在家只吃好睡好，到了50-60岁，你的腰也会开始不行。这背后的原因，从生态学来看，是因为重力。重力这东西能避免我们飘起来，飞到外太空去，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按照现有的地球重力来说，但凡是体重大于60千克的动物，都不适合直立行走，而人类就很尴尬，平均刚好就在这区间徘徊。你看那些大象、河马、犀牛，虽然走路姿势丑了点，也没见他们腰疼过，这就是4肢着地的好处。但也有人会说我们直立行走，那是为了腾出2只手做事，是不断进化的结果。但奇怪的事也来了，按照目前考古界挖掘出的化石来看呢，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叫做南方古猿，被发现在将近400万年前。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。如果说我们人类都是由猴子变成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祖先就是突然之间站起来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直接的从爬行变成了直立行走，就仿佛是开了挂一样，连进化论都是解释不了。再来看看这第2个，就是人类的皮肤其实很不适合在地球上生存。你看现在各种护肤美白为什么那么火，就是因为人类非常容易被晒黑。每次到了夏天，出去打个球跑个步，只要不做防晒措施，让你瞬间变成非洲人。而相对的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都不会这样，甚至连衣服都不穿，也从来不会被晒伤。这在达尔文看来也是不符合进化论的。这唯一的结论只有一个：人类确实是被扔到地球上来的，而且人类原先待的星球是离太阳非常远的。这第3点则是因为人类的生产过程实在是太难了。你想想看，除了我们人类，还有哪个物种要怀胎10月的？一旦怀孕了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是乖乖地待在家里。而其他的动物呢，就算要生孩子了，还是能活蹦乱跳，而且无论哪里都能进行生产。人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，是由于头部发育的太大，所以很难给生出来。但同样是哺乳动物，像马呀、牛啊，这些头部一样也很大，而且小马、小牛一生下来撒腿就能奔跑，不到2个月就能进入青年期。可人类生下来至少也要2-3年才能够学会直立行走，这差距实在是过于明显。
在生物学家杰克看来啊，人类作为进化的顶点，这个生育难度理应是非常低的，不然啊，根本不符合自然环境。这第4个原因呢，则和慢性病有关。想必大家就算没得过，身边的人也一定有过被各种慢性病折磨的经历，牙疼、胃疼、腰疼什么的，仿佛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，都有得慢性病的可能。但这些慢性病在动物界中根本不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普通的病症也基本不会出现在动物们的身上。什么温度一冷没加衣服，第2天就感冒流鼻涕，严重点的直接就躺医院吊瓶去了。这些情况几乎只在人类身上出现。不仅如此，人类的食物如果没经过加工，吃了基本上会生病。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猫猫狗狗们吃的都是生的，它们不会用火，也不会用各种工具，但就是能够凭借强大的肠道消化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上面出现的这几个证据啊，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南方古猿那会儿就有了，而且是没有任何征兆，凭空就出现的。和其他体型相似的动物呢，也有巨大的差别。这也让生物学家们去猜测，我们人类啊，很可能不是一个后天进化出来的高端产物。让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似乎除了脑子特别发达，其余的身体部位都被动物们是拉了一大截。跑步是跑不过别人，夏天怕热，冬天怕冷，吃了生的就能拉肚子，晒个太阳就脱皮，生下来要个2-3年才能走路，这要多矫情有多矫情。那为什么这样的物种还能够在地球上面成为唯一的霸主呢？这背后的原因啊，确实能够引发很多的怀疑。这答案从内部找不到，只能从外面去找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地球监狱说这么受欢迎，因为除了这个解释之外呢，实在是找不到另一个答案了。那如果地球监狱说是真的，那么人类的祖先对于地球的原始物种来讲，那就是如假包换的外星人了。那我们之所以会被关在地球，很可能就是因为啊，我们曾经的祖先经常在外太空里打架，那隔3差5呢就去侵略其他星球，可潇洒了没多久啊，踢到一块硬铁板，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剩下的人类啊就全部被流放到地球，科技程度直接倒退了几万年，让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水平，从头再进化一次，当做人类的惩罚。当然，这后来的剧情呢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人类花了个上千年，再次把科技树给点了回来。这外星人知道了，就派了使者过来，给人类定下10条戒律，这也是欧洲神话的来源。但人类的本性呢，终究还是暴露了出来，那就是贪婪和杀戮。你说这动物捕食是出于本能需要，你不吃就会死，可是这人类呢，出于爱好，出于内心的欲望，开始是互相的杀戮，而这一切呢，都被外星人是看在眼里。外星人心想啊，也不错，你人类自相残杀，对我也没什么影响，完了还能吃饱饭看个热闹，反正人类呢怎么闹也无法察觉这外星人的存在。毕竟呢，一旦知道了，凭借人类的本性，那肯定是立马造飞船开火箭，开始重新向外星人宣战了。那这话又说回来了，那既然这地球是个监狱，监狱总得有人看守吧，也就是所谓的狱卒，它是否存在呢？一些人呢就去猜测，那些报道里经常出现的 UFO 啊，还有各种神神秘秘的飞行物啊，很可能就是外星人派来的看守，时不时呢就飞过来看看我们发展的怎么样了，再飞回去呢进行报告。还有人甚至猜想啊，我们抬头就能看到的月球也是外星人的监视器之一。我之前有查过相关的资料，就发现这么一则有趣的消息，说是有人根据月球的体积和引力呢，模拟过月球的运行轨迹，
发现这月球实际的轨迹差很多，种种的迹象证明，这月球很有可能不是自然形成的。既然是人工制造的，那很可能在月球的表面之下就住着一群外星人，对地球进行24小时的监控。就像《楚门的世界》里那个巨大的摄影棚，楚门的一举一动都被观众们是看在眼里。或许呢，我们可以开一下脑洞，也许呢，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呢，都被外星人是监视着。这样一想呢，是不是立马的一身冷汗啊？但毕竟俗话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当一个三好青年，别偷偷摸摸的去做些坏事，那就算是外星人看着你，也拿你没有什么办法，不是吗？大家觉得这些说法对吗？欢迎下方留言，一起讨论哦。